乱港四人帮头目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此前想要聘用没有香港执照的英国御用大律师欧文为其辩护。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还为此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近日，黎智英所谓国际律师团队又被曝去信英国政府，要求与首相苏纳克商讨黎智英案，收到英方外交部门官员的召见。对此，外交部驻港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表示，强烈反对外国政府就黎智英司法案件的干预。现年74岁的黎智英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多项罪名，目前正在香港赤柱监狱服刑。根据最新公布的审理议程，今年5月将进行首次案件管理会，9月底正式开始审理，预计经过40天的审理过程，相关案件将于11月底正式结案。这也意味着留给黎智英的时间不多了。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黎智英的国际律师团队近日去信英国政府，要求在庭审前与英国首相苏纳克紧急会面，希望商讨确保黎智英获释的办法。苏纳克的发言人回复称，英国外交部已为黎智英提供支持一段时间，并声称英国外交发展部国务大臣特里维廉也会见黎智英国际律师团队。黎智英此前他就因为以非法集结罪被判刑了，近期呢又因为欺诈罪被判监禁。那么这次如果他又一再的执迷不悟，让英国政府来介入，是罪上加罪。香港特区政府10号深夜发表声明，强烈反对及谴责上述报道中所谓国际律师团队及英国政府企图破坏香港法治及干预香港司法独立审判权，并严正敦促有关方面必须尊重法治精神，立即停止干预香港特区内部事务。声明还指出，任何国家、组织或个人企图利用政治力量干预香港司法程序，或任何被告企图借用或勾结外国政治力量逃避应有的司法审判，相关行为极有可能构成藐视法庭。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11号指出，香港是法治社会，有法必依，违法必究。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依法检控，特区法院对黎智英依法审判天经地义、正当正义，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指手画脚。英方一边将法治挂在嘴边，一边却借离案大肆破坏香港法治和司法独立，是非不分为嫌犯提供支持，不过是又一次毫无底线的双标闹剧。英方一些干预势力与反中乱港分子内外勾结，狼狈为奸，破坏香港繁荣稳定，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的险恶用心，已是不打自招，其政治图谋注定失败。此次呢，英国也是想通过介入到黎智英案来干涉和影响香港的司法独立和主权，来进一步的去干涉中国的内政事务。按照国际法律的惯例和原则此次的黎智英案就属于中国内部的司法审判事务。那么香港的法律界如何对黎智英案做出审讯，那都是属于中国的内政，任何国家都不能插手。深圳卫视注意到，写信给英国政府求救，并非官司缠身的黎智英第一次病急乱投医。早前他曾提出申请，希望从英国聘请御用大律师蒂姆·欧文作为代表律师出庭。该申请于去年10月获得香港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兆初批准，但对于不可能熟悉香港国安法立法初衷的外国律师能否担任涉国安法案件的辩护律师，引发香港社会的极大争议。作为检方的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明确表态反对，但多次上诉仍被拒绝。为了平息争议，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提请人大释法，以厘清没有本地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或大律师能否以任何形式参与处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工作。上月3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通过了相关释法案，认定这一问题属于香港国安法第47条所规定的范畴，即无执业资格的外籍律师参与国安案件，必须由香港法院向行政长官获取相关证明书。有香港法学专家分析称，全国人大常委会实际上将是否允许具体律师为涉国安法辩护的权利授予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释法完成后，香港特区政府便有利可依。而律政司的态度很显然代表了行政长官的意志，因此李家超不会允许英国律师插手黎智英案。实际上，香港国安法的立法初衷之一，就是为了斩断境外势力企图插手香港事务的黑手。
香港大公报指出，若任由没有香港本地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参与黎智英等涉国安法案件，可能为外国插手干预开了方便之门，对国家安全构成重大挑战。去年11月，除黎智英之外，苹果日报其余6名前高层均在香港高等法院承认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行。有港媒指出，不论黎智英如何挣扎拖延时间，但最终逃不过法律的严惩。屡次犯案的黎智英面临数罪并罚的严重后果，足以让他将牢底坐穿。此次黎智英案是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最受关注的一次事件，犯罪者必将绳之于法而香港的法律制度和治理环境也将得到进一步的改善，而一国两制也将在经历这样的风雨当中去继续见真章。